你醒来的第一秒，还没睁开眼，脑中已经在排成今天的进度，还没吃早餐，心跳就开始因未完成的事情加速，才刚踏出门，脑袋就像开了30个分页的浏览器，弹出待办、担忧，还有一堆尚未完成的比较。你不是真的醒了，而是被头脑强行叫醒的。我们从未真正休息过，因为头脑这座涌动的工厂从不打烊。它不只是思考，它还疑惑、担忧、评判。你每当心中闪过是不是还不够好时，就像在已满载的输送带上强塞多余工件，让整条系统接近崩溃。每一次我不能停，就像逼灵魂加班，连喘口气的时间都被剥夺了。每一次还要再撑一下，就像明知机器故障，却仍强迫开工，结果必然造成设备的损耗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主动掌控一切，却没学过怎么信任未知。我们被鼓励成为问题的解决者，却忽略了与生俱来的超然天赋。直到某天你筋疲力尽，才突然惊觉，原来拖垮你的是头脑那场永无止境的内部会议，是头脑困住了你的灵魂。现在请停下来，让头脑下班，停止对抗自己，结束这场你从未赢过的抗争吧。当你暂停追问，停止盘算，你会开始听见另一种声音，那个你早就遗忘的频率从心里传来，轻柔却笃定。财富会因此开始找上你，机会也会愿意等你。这里是动量方舟，一处灵魂探索与内在成长的场域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订阅与超级感谢，不只是支持创作，更是让这份能量触及更多渴望转化的灵魂。让我们一起把丰盛的种子播送到更远更深的地方。路易斯·海是一位深具影响力的灵性导师与心灵疗愈作家。他的代表作《你可以疗愈你的生命》自1984年出版以来，全球销量超过5000万册，翻译成30多种语言，成为无数人自我疗愈的启蒙书籍。路易斯以身体语言解读潜意识，以爱的频率转化内在信念。他提出的观点核心在于，停止用批判、焦虑、压力、控制来对待人生，该以爱、信任、允许、放松去接受生命给予的美好。他的思想之所以震撼时代，是因为他点破了一个多数人从未真正理解的核心：宇宙不是回应你的努力，而是回应你发出的频率。当一个人心中充满怀疑与匮乏，即使在努力，现实也不会真正改变。但当你从内在开始放松、信任、敞开，外在就会开始以全然不同的面貌回应你，像是一道被解锁的能量之门，默默为你敞开。丰盛从来不是你用力追来的，而是你松开控制后自然靠近的结果。你打开多少信任，宇宙就回应多少丰盛。然而，我们所处的时代早已把逻辑奉为唯一可信的准则。每一次选择，每一次信任，都必须经过理性的层层检验。我们从小被训练要依赖计划、执行、修正与预测，业绩考核、数据分析、风险评估、报酬曲线。如果一件事无法以数字证明，那么一切都不是真的。逻辑的确让我们变得更精明，却也让头脑开始主导一切。我们越来越累，越来越少听见内在的声音，把每一天活得像是在完成一张永远写不完的任务清单，却忘了问自己：我内在是自由的吗？最富有的人真的靠的是精密的逻辑吗？最幸福的人是不是反而懂得聆听直觉并信任它？让头脑下班不是反制，而是让灵魂重新上班。因为当头脑终于安静下来，心才能发声，灵魂才能出场。当你放下分析与掌控，你也同时向另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生活方式发出邀请，那是一种以内在节奏为主的真实人生。
我们常以为自己是那个在控制生活节奏的人，但请试着往内看，你会发现，那个真正一直没下班的，其实是头脑。它悄无声息地安排了轮班表，接管了所有开关，甚至不让你察觉它的存在。头脑看似是一个整体的运作机制，实则由两组彼此交叠却频率不同的心智构成。意识心智运作于表层，潜意识心智则深藏其中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选择。意识心智就像白天上班的执勤员，专注于逻辑、规划与行动，习惯透过控制与预测来掌握生活。但它同时也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当下拉走，困在对过去的后悔与对未来的焦虑之中。潜意识心智则像是那位夜晚静默的创造者，不断接收外在频率，将它们转化为内在的行为节奏与信念震动，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对生命的回应方式。特别是在生命的最初7年，也就是我们潜意识大量吸收并内化限制性信念的关键期，它几乎毫无过滤地吸收着情绪与能量，形成我们潜在的我是谁的印象程式。路易斯·海在著作中指出，我们的潜意识会根据过去的创伤与评价，持续重播旧有的信念，而非我们真正的渴望。这正与神经科学研究不谋而合。日常行为的95%其实都来自这些早已植入的频率自动播放。所以，让头脑下班的真正意涵，不是摒弃理智，也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让那过度紧绷的分析模式暂时歇息，让频率得以重新对齐。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穿越意识的门槛，触及潜意识深处那道等待被打开的改写之门。这是一场频率的更新，更是一场信任的重启。当你不再让头脑独自值班，灵魂才能重新握回生命的方向盘，并显化出与你内在频率一致的新实相。当你说现在是下班的时间了，那不只是对头脑的一句告别，更是一道频率的切换令。你关闭的不只是工作模式，而是那种时时准备战斗，总要提前应对风险的内在习惯。你所放下的是焦虑编写的时间表，你所迎来的是身体与灵魂真正同步的节奏感。那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流动，从内心深处升起的平静、稳定与信任，不再为了表现或追赶什么而前进，而是由当下的完整感自然启动下一步行动。想象你醒来的清晨，不急着滑手机，不急着列待办清单，只是静静地躺着，听一听身体的节奏。不是我今天该做什么，而是我今天想怎么存在。这样的你，不再是世界的执行者，而是能量的调频者；不是解题者，而是场域的塑形者。你不再等待环境配合你，而是用你的频率领出新的节奏。不是为了改变现实而焦虑，而是让现实来回应你已转变的存在状态。当你这样生活，世界开始变得不同。你不再去找灵感，而是灵感自己流入。你不再寻找机会，而是机会主动靠近。那些曾经让你焦虑不安的行程、人际、决策，竟开始有了一种合拍的韵律，不再打乱你，而是与你同步。你不是推动现实的人，而是成为被现实回应的共振核心。这就是从内在到外在的流动，不靠努力撑起的秩序，而是由你真实状态自然散发出的磁场所引出的世界。由内而外的改变，不是摧毁原本的自己，而是开始温柔地整理内在的风景，让那些早已习以为常的涂层被重新照见与理解。从这里，重塑悄然展开。当你愿意让头脑下班，真正奇妙的变化才开始发生。灵魂一点一滴收回了对生活的主导权，而潜意识就像一座终年运作的花园，开始回应你新的浇灌方式。路易斯·海在著作中指出，
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，不是外在世界，而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。如果你每天仍在用焦虑、怀疑和控制来面对生活，那么就算嘴上说想要丰盛，潜意识也只会复制熟悉的紧绷与匮乏。因此，重塑内在景观不是额外要做的什么事，而是回到你与生俱来的宁静与信任。这是一种频率上的回归，而非意志力上的冲刺。第一步，静下来。当你不再滑手机，不再安排下一步，只是静静坐着呼吸，让脑中的噪音像落尘般沉降，潜意识的土壤便开始松动。此刻，脑波自然从紧绷的贝塔波转为温和的阿尔法波，甚至进入疗愈的西塔波。这是潜意识最愿意聆听的时刻。第二步，用爱的语言对自己说话。这正是路易斯·海所推广的肯定语功法。不是盲目自我催眠，而是用一种慈悲的态度，练习对自己说出“我值得被爱”“我正在疗愈”“我允许丰盛靠近我”这样的语句。每天对着镜子练习，即使一开始感觉别扭，也请坚持，因为爱的语言会逐渐取代过去的批评与羞愧，重新设定你内在的声音频率。第三步，让画面开始说话。观想不是幻想，而是让潜意识看见你的渴望已然实现。闭上眼，感受你理想的生活，房间的光线、空气的气味，你身上的笑容与从容，甚至那份安全感如何填满全身。这些画面将在脑中形成新的神经连结，潜移默化地告诉你的潜意识，这就是我们的新常态。第四步，允许自己放下过去的保护。潜意识从不顽固，它只是忠于你过去给它的设定。也许是我要努力才能被爱，我不够好，所以不值得丰盛。但如今的你已经有能力重新选择，你可以用更高频的意识回头拥抱它，告诉它：我知道你曾经保护我，现在是下班的时间了。重塑不是重建一座房子，而是让那座早已存在的花园重见阳光，让头脑下班，让灵魂上班，让每一寸内在土地重新松动、灌溉、复苏。你不需要用力为丰盛开路，你只需要为它腾出空间就够了。真正的显化，不是让宇宙来配合你，而是你愿意回到宇宙早已为你准备好的频率上。理解潜意识的运作，明白频率，创造实相，只是起点。当内在的景观已被松动与清理，一种新的空间也悄然展开。那是用来植入、塑形、实作的日常场域。真正的转变，不再只是让头脑安静，而是学会如何让每一个当下都成为频率显化的容器。让头脑下班之后，该让灵魂开工了。我们过往的经验与信念，就像一道道看不见的河道，悄然引导着每一次选择与反应。而现在是时候开始主动选择，用什么频率过每一天，用什么感受召唤你的未来。潜意识不听命令，它只接收你每天正在成为谁。真正的显化不靠努力达成，而是靠每天不断对准的存在状态。第一步，静定。当世界越来越吵，你能否保留一块安静的领地，不为求效率，而是为了不再失联于自己的内在讯号？从每天5分钟开始，让自己在呼吸与不刻意做什么的状态中重新调频。这不是退后，而是一种信任生命节奏的行动，一种对潜意识发出的邀请。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运作了。第二步，重新编码。我们都活在一个由语言建构的现实中，而潜意识最深的信念，多半是童年未被听懂的话语，受伤时自己偷偷下的决定。现在，你可以选择用新语言对它说话，用温柔肯定的句子，每天持续的灌溉。我愿意接收，我是安全的，我值得拥有。这些语句就像是频率的种子，会在内在深处慢慢发芽。
第3步，身体记得。显化不是靠幻想，而是让整个存在提前记得结果。闭上眼，观想那个你想成为的自己，不是外表，而是感受。你的呼吸节奏、肌肉的松弛、环境的质地与氛围，这些画面是潜意识重建实相的材料。当感受提前，现实便开始靠拢。第4步，转化旧的忠诚。我们许多限制性的信念，其实是对过往伤痛的忠诚，对某个曾让我们受伤的人的模仿，对某段曾让我们存活下来的模式的延续。你可以对他们说声谢谢，我知道你当时是保护我，但我现在愿意以更高的频率前行。潜意识不是敌人，它只是需要你新的领航。第5步，容许。真正的潜能不是逼出来的，而是被允许的。当你不再用否定与责备压缩自己，内在会自然回归它本来的光。这份光不需要说服，也不需要证明，它只是静静流动，让你在每个当下重新成为自己最稳定的内在支点。当你愿意让这样的内在工程成为一种日常，你会发现，世界的节奏慢下来了，机会的门自然开启了，丰盛的回音其实从未离开过，而是等你回到那个真正信任自己、准备好接收的状态。真正的丰盛不是突如其来的幸运，而是当你终于肯停下来，才发现它一直都在。你忙着追问怎么做才会成功，灵魂却始终在一旁轻声提醒，你不需要再努力证明什么，你自己就是你所寻找的答案。真正的转变是从我要什么转向我本来就是。当你不再焦急，不再证明，不再用力讨好这个世界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你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丰盛的场域。你是一道可以接住爱的河流，是一个与宇宙对齐的频率本体。让灵魂来主持人生，不代表放弃行动，而是从行动背后的焦虑转为一种更高的信任。所以，给自己1天，不查数据，不盘计划，不假装强大，只做一件事，让头脑下班。喝一杯茶，看一朵云，倾听那个你很久没理会的自己，然后你会知道，那通迟来的电话，那笔等待许久的订单，那个你一直找的答案，原来都在你选择放下的那一刻，已经悄悄启程。因为你终于明白，你不是要去成为某个更好的人，而是要记得，你从来就已经足够。你是一道通往爱与丰盛的桥，一个愿意臣服于当下的频率容器。愿这一刻起，你不再怀疑自己的节奏，不再比较自己的进度，不再惧怕未知的空白。你正在对齐的不只是更好的生活，而是一种更高的存在方式。从这里开始，不必急，不必证明，只需一步步地走在内在真正同意的方向上。你会发现，那些原本遥不可及的梦想，会以最自然的方式靠近你。静静地走，宇宙会替你安排每一个刚刚好的转弯，每一场恰如其分的相遇。当你不再逼自己去找答案，答案就会来找你。